欢迎收看辱华的华系列节目第13集。今天这期节目的缘起是来自一位观众朋友的留言，他呢希望我讲一讲近期在中国的另一部话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他关注的角度是这样的我给你们看他的留言他说呢，联合早报写了一篇文章，提醒新加坡人要小心该电影可能是中共统战的工具因为电影里写的是那些去南洋的华侨和这个中国的故土之间这个难以斩断的这种情谊以及发生的种种故事。那么呢，于是就掀起了中国网络集体对这篇文章及其作者的讨伐。观察者网专门写了一篇大字报批斗，他想要让我讲讲这个事情。我倒不是很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这部电影究竟是主动的成为了一个中共统战的工具呢，还是被动的就符合了中共叙事的需要？因为这个逻辑很好理解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影是有官方审查的你过不了这个审查，你也拿不到龙标你也无法上映，对吧？那么久而久之，创作者本身也会去做自我审查他会绞尽脑汁的去想我究竟怎样去讲这个故事可以得到最大的来自官方的保证这个放行的绿灯，他会这么去想。所以目前中国能拍出来的电影尤其是拿到龙标的甚至能够上映的这些电影它必须符合中共的叙事。那其中哪一部被选中加大一点力度去宣传或者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利用一下，成为中共叙事的一部分，那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对吧？即便创作者本身并不想这样，他也无能为力。那我今天想从哪个角度来聊这部电影呢？其实这部电影本身并没有那么优秀值得批判的点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角度非常深刻我们就从生死观这3个字来聊一聊拿这部电影呢也当一个工具我们也拿它当一个工具边分析边呢把这个生死观给大家聊了。就如后面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标题其实中国人曾经拥有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生死观，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可能都已经忘了。也巧了，我这2天进行了大量的对于生死的思考。前天我去了一个野外的那种丛林公园一个人去徒步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了非常多的关于生死的事情。甚至呢，我看到一棵树有一点歪不是景山那个歪脖子树就是高度有一个角度。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就在这里无论是什么方式上吊还是什么的我就死在这里了，会怎么样呢？可不可以呢？我甚至把我一些想法去跟 ChatGPT 聊给他吓坏了。他以为我要自杀不停的就是劝导我说你赶紧打什么什么紧急电话有什么人可以去抚慰你的心灵，去开导你给了我很多的建议。但其实这是一个作家的职业病，就是我们时常会进入到一些心境，进入到一些设想的情节，甚至进入到我们脑子中的某一个人物的他的脑海里去设想什么样的情况人可以放弃掉自己的生命不再活了。当然了，我也不是绝对没有轻生的念头也是可能会有的。我当时真的在想，就是如果我真的就在这里死了，会怎样呢？因为大部分时候是我一个人在那个丛林中走但是偶尔呢也有迎面走过来的，也是在徒步的人还牵着狗那种人。我就在想，我肯定会先被这样的人发现，对吧？
那环境很美好啊，人们在遛他的狗也很开心。那突然看到一具死尸啊，他也肯定吓坏了，狗也吓坏了，你不就等于给别人添麻烦吗？我觉得这个不妥。就是一个人，我觉得你要离开这个世界啊，你不要再给这个世界添更多的麻烦啊，你最好是什么人都不惦记你啊，你死了甚至没有人知道，那真的无所谓，我觉得那就挺轻松的。那如果你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我是有点这个良心上过不去的啊。当时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东西。好啊，当然了，我还进行了很多别的关于生死的思考啊，所以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要聊这个中国人的生死观，对吧？我刚才说了啊，原来有非常好的生死观，后来呢，现在就堕落成了享乐主义虚无主义，以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里我给它定义叫一种丧葬式的这种情义民族主义。这具体是什么？我一会儿给大家说啊。首先，我们先说什么是生死观生死观不是单纯的去问说死后人去哪里而是问呢，就是死亡如何能够反过来决定人活着的方式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因为人必有一死，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你接受这个事情之后，它如何能反过来影响你活着的方式，对吧？因为生死观处理的不是那一个瞬间就是我马上弥留之际要死了生死观才起作用，不是的，因为它是一整套存在秩序你的生命、死亡、痛苦、亲情、责任、记忆整个你人存在的意义等等这些都跟生死观息息相关。所以一个人的生死观会决定他面对有限性时候的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有限性的，对吧？那你面对有限性你是变得更清醒了呢，更贪婪了呢，更恐惧，还是更犬儒你的生死观就能决定这一切。一个比较文明的生死观它就能够决定整个这个社会你如何对待老人，那如何对待女性，如何对待死者、生者以及那些被共同体要求牺牲的人。什么是共同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讲统计学的时候，这些概念那有一个集体性的感觉，那总会要牺牲掉一些个人这个时候你这个社会，你这个文明的生死观是什么？对这些个人的利益真的息息相关所以死亡呢，当然不是一个终点问题了，从哲学上来说，它是一个边界问题，对吧？人会死，所以人当然更需要知道怎么活。死亡这件事儿让人知道我不是无限的，对吧？我不能永远占有我自己，占有我的他人各种关系以及这个世界的一个位置，你不能永远占有。所以真正的生死观呢，你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观、时间观伦理观、世界观，它其实包罗万象。最终他要回答的是什么？就是既然人会死，那么是否还能就是我不破坏世界，我也不麻烦别人，不把痛苦传染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总有一死嘛，对吧？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尽量活得有尊严、有形式感。好，那我们先看看我为什么说中国自古有一种非常非常甚至是最高级的生死观，高于任何宗教的生死观，对吧？我们先看看宗教的生死观是什么样比较低级的宗教，对吧？就是安慰人不要怕死有死后的世界，你是不灭的死只是转换一种形式这是比较低级的宗教。相对高级一点的宗教呢，就是其实也是在逼迫人就是你用死亡，因为必然会有死亡，但是你要用这个死亡来重新理解生命，对吧？宗教呢，往往就提供3件事儿，一个是死后叙事告诉你死后是怎么样的，对吧？
因为没有人经历过。但是宗教告诉你啊，这些都是存在的。还有就是一个丧葬仪式啊，这是一般宗教也会提供的。还有就是用死亡倒逼过来，告诉你活着的时候你要遵守什么样的伦理约束啊，这是宗教会干的事儿。一般会告诉你啊，死亡不是一个混乱的黑洞，它是可以被理解的。你呢不灭啊，无论是你的这个灵魂还是什么，你是可以被安放的轮回也行啊，你是可以被仪式化的。那宗教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不至于被这种死亡的恐惧彻底吞没给你一定的余地啊。但是同样呢，宗教的危险就在于呢，它可能就把这个死亡变成一种安慰剂，补偿你这个想象或权力的一些秩序啊，就是很虚假的幻觉的东西。所以各大宗教都在回答同一种恐惧啊。你比如说基督教，对吧？讲复活审判救赎，是吧？这些东西来处理死亡这个事儿。核心呢，倒也不是说你灵魂不死而是说你死亡呢，你并不是说你就拥有一个最后的胜利了，你还要接受审判等等这些东西。佛教呢，就是一些很无常，是吧？我轮回，你要有这个业孽你要去涅槃处理这些东西，对吧？核心就是你要去看破你这个执着，对吧？从这个我执和这个无常的苦痛之中，这个循环中解脱出来，也是直面死亡对吧？那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其实差不多当然它会更讲究让人的这个今生的行为接受一种终极的这种问责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了，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印度教，是吧？很多时候跟这个佛教也是很像的，因为其实佛教也从印度教里吸取出了很多这种业轮回这些概念。那比如中国的儒家，对吧？他不太着急讲死后的世界，是吧？他是讲一些礼用祭祀对吧？慎终追远这些，他等于是把你的死亡安放在一种伦理和一个家族的秩序里，把你安放在那里，让你安定下来。所以这些各大的宗教或者哲学派系其实怎么处理这个死亡呢？后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本质问题就能讲通。那当然了，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庄子的一个想法其实庄子完全不在乎死后去哪里他最难能可贵的是，就是生死本身，生与死是不是完全绝对对立的？这个在庄子的智慧里不是这样的它不是对立的，它是完全流动的。我们看各大宗教呢都会基本承诺你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加引号也好加这个各种符号也好，就是你这个自我你会被拯救的你比如佛教讲你会轮回的，对吧？你还是不灭的，无论你是投胎成了什么，但是你这个我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对吧？那你像基督教什么的，就是说你会审判你哪怕你下地狱，你那个我也还是存在的，对不对？你还是存在，你不是说你就彻底消亡了。这个是各大宗教基本的一个本质，它都不会告诉你说你这个我会不存在，对吧？所以这些叙事呢，各大宗教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当然最终它都是安顿你的这个恐惧，对吧？让你把死亡理解为呢，你是在另一套秩序中的延续但是庄子不一样庄子呢根本不去保住这一个固定的我，就是要把这个我破掉，对吧？因为他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那么拼命，因为你死亡，你最害怕就是你这个我不存在了，对吧？你不知道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所以你恐惧。但庄子就问你确定你这个我，他就一直没变过吗？昨天你那个我和今天你这个我真的是同一个我吗？他要把这个边界打破，他要让你这个我先流动起来。你一旦你这个我也经常讲，对吧？你要把你这个自我的壳打碎掉。很多人听我节目觉得不舒服
啊，因为我就是在打破你那个壳。那你自我能够流动的时候，你的那个生死观就不一样了。这我们就要说到了啊，最重要的今天这个节目的8个字啊，大家记住，这是庄子的话啊，叫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个方啊，就是正在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很简单嘛，就是正在生成的正在活着的，它同时也正在死去。正在死去的，它也同时正在生成，有点像这个薛定谔的猫是吧？就是生死叠加态。因为你确实每一天走向死亡，对吧？但你每天也有新的细胞生出来，就是你是一个生死完全流动的状态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童年的你死了，长出今天的这个壮年的你，对吧？壮年的你死了，长出老年的你。一段关系死了可能另一个东西才会诞生。所以，死亡不是生命的反面，它们不是对立的。大家记住，道家也好，尤其庄子这一脉都不会去讲二元对立的都是讲中间的灰度，不是非黑即白，讲灰度，讲这种可转化性，讲这种流动性。最重要讲什么？变化所以宗教常说呢，死亡不是终点，对吧？那么庄子的更往前一步，意思是你终点本身，所谓的终点，你也是一个局部视角的错觉，对吧？庄子不会给你讲什么有天堂有复活，有轮回，有另一个世界存在，他不讲这些东西，他就直面那个其实所有宗教最难回答的问题，也是所有人很多人信宗教最想得到慰藉的那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我你们这个我信你这个宗教，那我这个我死后去哪里呢？你得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我才愿意信你。很多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就在这个问题上开始造假，开始骗人，那才能吸引更多的信徒。但庄子没有发展宗教，对吧？我没有一个什么庄教庄子教，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你可以这么认为。所以他不用去发展信徒，直面那个最难的问题，就是你所害怕失去的那个我本身就不是固定的所以他不是逃避生死不是逃避死亡，就是把死亡这件事儿不去特殊化它，把它放回到这个万物流变之中，让人不再用恐惧去抓住这一切。所以最重要的让死者归死，让生者重生。大家记住这一个理念一会儿我们讲到那部电影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理解了。所以，真正的深情我比如那个电影里讲的，对吧？这个阿嬷那个阿公在这个泰国在东南亚没有联系了。可能后面还找了另一个女人，但是还一直给他寄情书，对吧？这个阿嬷一辈子也没有跟任何人讲，就这么深埋在心底。就是看起来好像，包括替这个阿公给阿嬷一直写情书的这位女人，对吧？好像叫谢南枝，是吧？就是好像都有一种深情，但是其实真正的深情它不是永远停在死亡那一刻，就是真正的深情你不能让死亡吞没掉所有还活着的人。所以高级的生死观，就我们讲庄子的这个生死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个高级的生死观，不是让人永远守住这个失去而是让人明白，就是死者已逝，他已又重新进入到万物的那个流变之中去了。那么生者，你还要继续的生成。所以他不会说把死者变成一个神龛供在那里，
对吧？然后让生者就变成一个守墓人，守着这个死亡的事件去哀伤一辈子，永远时间定格在那里，不是这样的。这一点都不冷血啊，也一点都不麻木，而是让悲伤有出口啊，让生命重新流动起来。这就是高级的生死观，原来中国人是有的啊。但我们可以看看后面，我们来看看啊，究竟这近100年啊，都是如何退步的。中国人现在的生死观，包括一直到现在这部电影。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辱华，是吧？包括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啊，辱华的华。其实真正辱华的是你把真正中国文化里的精髓的东西你忘掉了。庄子这么高级的超越一切宗教的生死观，有人提吗？现在反而拍出的电影或者官方叙事所追求的一些美德，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辱华的，对吧？把死亡拍成一种催泪工具啊，这是中国现在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包括央视啊这些最喜欢干的事情。这个阿嬷拍成了一个血缘牌坊，供在那里，对吧？等待了一辈子，好像等待就是一种女性美德。这明明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这个苦难又变成了一个，无论是潮汕呀，还是这个侨民呐，是吧？华侨啊，跟这个故土的联系，就是华人想象中的这个情感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能够升空的这个燃料是什么呢？就是像阿嬷这样的人经历的苦难，他们歌颂这个苦难，把苦难当成这个燃料来用。所以中华文明原本的生死观，对吧？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多漂亮！这个生死观，让死者归死，生者重生。结果慢慢的就变成了让活人替死人守一生，就变成这么低劣的生死观了。生不是绝对的开始啊，死也不是绝对的终点，对吧？刚才都讲了，万物都在流变之中，所以这句话，庄子这句话高级之处就在于，不是安慰人说啊，你不会死啊，你永远不会死，你死了还能轮回，你死了还能投胎，你死了还能去天堂去彼岸，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宗教那些低级感，没有，而是用这一句话就点破整个万物运行的本质。告诉你，人你不用再被死亡去奴役了，你也不用再被你这个所谓的自我去奴役了，他们都是幻觉，他们都是在持续变化的，你不用在这个地方去执着。那么死亡既然不可避免啊，那你就不要让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先成为死亡的代理人了。反正这个东西不可避免，对吧？它迟早有一天会来，那你管它呢？你为什么要活着的每一天你都担心它，然后最终你就成为了他的代理人，对不对？这里边就会发展成我们知道后来中国的一些对这种生死观的误读，对吧？比如说那你既然都会死，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这就一种虚无主义。对吧？我就这一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啊，这也容易发展成享乐主义，对吧？但问题就在于，你要看明白啊，就是一切都是互相牵连的。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你？那不只是昨天的你，还有昨天你所接触的一切的人和事、环境，塑造了今天的你。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你的生、你的死。都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它跟一切都关联在一起。那么，你怎么能够让你的死去麻烦到别人，把你的这个痛苦去传染给这个世界呢？这就是我前天在那片林子里面对那棵树，想到死亡，想到有没有可能我也可以去死去了。那当然了，也跟我正好
前天啊，是一个创作周期的结束啊，我感觉我把很多东西都做完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啊，完结。2084 Studio 这个网站啊，阶段性的完美的做好了，所以我会去这么想啊，是不是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也可以走了？那但是怎么样都想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就觉得肯定会麻烦到别人啊，肯定会污染这个世界，就不对。所以我们讲一个最低伦理啊，就是你不要增加这个世界的痛苦，对吧？不要把你自己的绝望，然后又变成别人新的一个灾难，这是不应该的。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讲最低伦理，其实那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会变得更美好。好，讲讲这个享乐主义啊和虚无主义这个东西，其实是由中国这个搞这个共产主义啊什么这百年来啊，最终这一套唯物主义形成的。很多人说啊，中国人应该有信仰啊，应该信宗教，所以才能够打败这个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我觉得不是的啊，宗教有宗教的问题，不是说解决中国人现在这个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只有宗教才有办到，不是的啊。我们其实原本就有更高级的生死观啊。那当然了，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这就不用说了嘛，就没有永恒嘛，就这一辈子是吧？那就只有我。那怎么样呢？那就爽呗，赢，消费啊，躺平啊，或者实在不行了，我就报复性自毁。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死亡不去思考死亡，对吧？那就是麻醉嘛，啊，那面对这种有限性，人就变成了那我就哎呀不要这些形式感了啊，我就很倦怠，是吧？你整个人的这个灵性就在空转，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所以你又没有其他宗教可以依托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滑向这两种主义，这是很糟糕的啊。当然，这也是中国现在现状。好，这就要说到这个影片了啊。这个影片呈现的呢，不是享乐主义啊，也不是虚无主义，而是一种呢叫丧葬式情谊民族主义。这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很深情，对吧？这个片子很多人哭啊，很深情看起来，但实际上就是把活人钉死在这个共同体期待里。这个共同体期待呢，其实也是新加坡那个联合早报所批判的，就是说你这有可能是中共的一种统战工具，是吧？啊，那我们说的更深一点啊，就是它不是一种宗教，对吧？但是它有准宗教性啊，你比如这个阿嬷，对吧？有这个家书啊、故乡啊、血脉啊、等待啊、牺牲，对吧？它不是用一种超越性的去安顿你的死亡，但是它是用一种情谊，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啊，把这个死亡包起来。你可以看这里面没有宗教啊，没有神，没有祭祀，但是也没有自由。只有一些特别朦胧的，然后让人觉得特别不自由的那种道德绑定。而且从始至终这个片子啊，你看几十年没有真相的，对不对？那个阿公到底死没死，你最后才能揭晓。但是你作为这个阿嬷的这个视角来说，他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个情书是谁写的，他没有真相。一个人啊，活了几十年，他没有真相，被一种假的那种深情包裹着，其实他在干嘛呢？他在守灵，对吧？所以他就用一种就是我就先催泪啊，这就是中式电影，包括央视那一套最喜欢干的事儿啊，中共最喜欢我先催泪，为什么？因为他一旦调动起人们的情绪，就你一旦情绪起来了，流泪了，感动了，你就不太理智了，你就不太容易判断这个事情了，对吧？你看这个片子啊，老人啊，方言、家书啊，背井离乡去南洋的这种离散啊，一个女性的等待，这些都是天然就有一种情感穿透力的。
所以直接躲开政治判断啊，直接进入到你这个观影的观众的心底的最柔软处，对吧？那一旦观众开始哭，就这个片子里真正该批判的很多尖锐性的问题，大家就不会去想谁造成的这个罹难，谁造成的这种苦难呢？分离呢？谁造成的呢？对吧？所以他呢不允许死亡真正的发生，就是真正高级的生死观啊，你不只是像宗教似的我直面死亡，对吧？然后当然我要再编一个故事啊，但是更高级的是说呢，我一定要允许死亡发生，因为它就是会发生，这不是我允许不允许的问题啊，但是它确实会发生，对吧？那么不高级的呢，生死观就是死了他也死不了，生他也活不好，对吧？死都死了，但是继续主宰着这个关切他的人，这个生者的一生，对吧？生者不被允许继续的活，他永远背负着这个死者，但是还要被影片包装啊，歌颂成是一个守得住的人啊，等得住的人，等一辈子啊，女性美德，多恶劣的一种价值观，对吧？活人变成一个死人的纪念碑啊，等待美化成是一种美德德行，你这个人生没有完成啊，最终包装成一个深情，哎呀，大家哭一场，那人家一辈子过完了，你这儿哭一场，你觉得还挺感动，这不是病态是什么呢？那女性的等待啊，这很奇怪啊，就是经常中国特别喜欢拿女性的沉默、忍耐、守候啊当成一种美德，然后去替这一个共同体去背书，对吧？这个阿嬷，你说她是一个具体的人吗？在这个影片里处理的，不是啊，她其实就是什么故乡、祖籍、血脉、情谊，就这些词儿的一个容器，全都堆在这个叫阿嬷的这个角色里。反映的不是阿嬷这个人呢，他有什么样的情绪，他有什么样的人生，他有什么样的梦想，他有什么样的细节，都不是啊，只是拿它当一个容器，反映的是那些刚才我说的一些故乡啊、情谊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这一个女人的痛苦的一生啊，就被拿来证明那种文化啊，无论是潮汕的还是中国那边，就那种文化，这个文化共同体。哎，我们是温暖的，我们是可靠的，我们隔着南洋，我们也可以互相的联系，我们是一个整体，特别病态，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南洋移民呐、这些贫困、战争、离散、身份的认同转换啊，这些是很复杂、沉重的历史，对吧？但是你这些东西你都不聊，当然你中国这种电影你也没法聊，真相你没法聊，本质你没法拍，对吧？那只能怎么样呢？这些历史就只能不停的在这个电影里用各种的滤镜去柔化啊，淡化处理、柔化处理，最后就成了一些催泪的糖衣炮弹。啊，最后只能收束到什么呢？就是情谊未断，血脉相连，啊，全球华人有共鸣，这就完了，这些真正的历史就全都埋了啊！观众最后就记住了这个眼泪啊，但是你真正该追问的结构性问题，不记得了啊。所以这个片子，当然了，导演是不是有意的，我就要拍成一种宣传片，一种所谓中共统战的工具片，是不是？那我不知道。对吧？这个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剧组是什么样的，创作这个心路历程，这个我都不了解，对吧？我不知道，我们也不用去诛心。当然，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我最早说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它这一套叙事啊，就天然的，就它只要诞生，它就非常适合被中共这个权力啊，包括民族主义以及这个平台流量，天然就会被他们利用，你就一定会被工具化。啊，用亲情消费你这个个体，把这个死亡用来当成一种，哎，这个工具性啊，就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这种丧葬式情义民族主义啊，死者的阴影啊，生者的守灵，加上共同体的收编，就全都混合在一起啊，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的中国呢，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啊。中国的人的生死观啊，现今中国人的生死观大概就是享乐主义啊，要么就是虚无主义啊，要么就是这种，就像这个影片里的啊，刚才我们分析的这种丧葬式的这种。但是我还有一点要说呢，就是比如享乐主义啊，就是说因为没有永恒嘛，我认为没有永恒，所以那就只有我只考虑我自己，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我及时行乐，这是享乐主义，对吧？那么刚才这个丧葬式情谊民族主义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呢就说也是啊，没有永恒啊，没有这东西，所以呢只剩什么呢？只剩我们啊，只剩我们华人啊，我们共同体，我们什么什么，就是讲究一个集体性，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前者就是把生命缩成一种欲望，对吧？后者呢就是直接把这个生命，你这个个体生命啊，我直接抹杀掉，我直接吞到我这个潮汕也好，整个华人这个群体这个共同体的这个叙事里，个体生命不重要，吞掉。我可以再讲透一点啊，你就这个片子半生是吧？记这个家书，那你如果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真相告诉这个阿嬷？他没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吗？我需要的只是一种这种虚假的温情吗？对不对？那个叫谢南芝的那个女人，对吧？以这个不让他伤心的这么一种名义，就这么去替别人安排了这一生。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呢？这是爱吗？这是高级的生死观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延迟真相的暴力啊，对吧？因为你真正高级的爱，对吧？由真正高级生死观带出来的真正高级的爱，就是不要让人永远停在原地，对吧？你一定要让人有能力重新活，无论你遭遇什么，你遭遇再不济，最终就是死嘛，对不对？死都跟生不是对立的，都是可流动、可转换的，那就更别提在死之前的一些痛苦。这些东西，真正高级的生死观会带给你一种能力，让你在各种情况下，你都可以能够转化成生，转化成爱，转化成重新活的能力。所以啊，最高级的生死观是要让生者继续活，让死者归于死，对吧？而不是什么呢？就是让人更会哭啊，不是那种我永远不忘记你啊。因为真正成熟的文明啊，就是你不是那种什么我最讲究祭祀仪式啊，这些东西都做的最妥帖的文明，这不是真正高级的成熟的文明。真正的好的文明，高级的文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如何让生者可以继续的好好活。所以我们问5个问题，对吧？那一部电影把人看哭了，能代表它是一种很高级的生死观吗？对吧？那为什么华语叙事里面总是喜欢让女性替男性的失联或死亡去守灵呢？对吧？那么一个共同体啊，无论是潮汕呀、华人呀，还是什么中华民族什么这种共同体，你总是靠老人、母亲、什么阿嬷、女性什么这些东西的等待来证明自己，那你到底贫乏到了什么程度？还有这个阿公死了，对吧？阿嬷有没有知道真相以及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权利呢？谁剥夺了他这个权利？所以中国人曾经拥有庄子这么高深的智慧，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么高级的生死观，结果为什么今天就是只剩下这种催泪
守灵收编这么低级的玩意儿了呢？好，最后说一句啊，真正的文明高度，对吧？人会死，所以不要把人当工具啊！人会死，所以不要用死者绑架生者。人会死，所以不要把一个女人的这种苦痛的一生制成一个民族催泪道具。这就是这部电影至少让我最不舒服的一点啊！我觉得它很低级。其实，死亡不是共同体，一个共同体，无论什么共同体啊，一个集体，死亡不是一个集体去征用一个个体的理由。情义啊，也不是剥夺真相与自由的理由。没有任何人，你可以说啊，我因为我爱他，我心疼他，我不舍得他，或者怎么样啊？然后你不告诉他真相，你剥夺了他的自由，不可以的。最后一句话啊，如果中国人还想要回到曾经的庄子的那种高度啊，拥有那样的超越一切宗教，我认为最高级的生死观，想回去的话啊，中国人必须重新学会，就是让死者归死，让生者重生。或者更高一点的要求，就是你真正能够领悟庄子的智慧。什么叫方生方死啊？方死方生。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